高金素梅哦，因为他今天应该是主席啊，委员会被挡在门外。他最近身体不太好，本来想说开始以后就交给这个徐宇珍去主持。那所以国民党想要改选罢法的审查的场地哈，民进党说无效，换场地无效。那后来呢，在下午4点的时候，他们宣布说呢散会，为什么呢？说议事人员被囚禁50分钟，民进党囚禁议事人员。上次是抢那个秘书长的这个资料，这次是囚禁议事人员哦。所以呢，高金素梅说，为了体谅议事人员，我们宣布今天会议散会。然后呢，傅崐萁也宣布，国民党4点要到北检正式告发民进党党团绑架议事人员啊。那今天审这个选罢法，国民党本来希望啊提高，就是说呢，这个罢免的票要多于当选的票，多一票也好哦，否则没有道理说我当选10万票，我被罢免7万票，但是民众党不愿意哦。那民众党8个都是不分区，所以他也没有被罢免的这个威胁。第二点呢，民进党会觉得我什么都跟你国民党一样，我不讲成小蓝，我下次还要选吗？所以民进党要走自己的路，但是苦找不到，找到这个，所以我不同意你哦，这个提高罢免的门槛。那国民党没有民众党支持，不可能通过嘛。光在委员会哦，如果民众党的麦玉珍去支持民进党，本来7-6变成6-7，国民党还输，在委员会都出不了哦，所以呢，国民党就干脆算不动，那只是要加严啊，加严就是说呢，你联署的时候应该有身份证，跟总统的这个联署一样。那民进党大概这个都不愿意，所以一大早就占领主席台，哦，杯葛选罢法的，他叫修严，修得更严格，还拿个鸟笼是吧？那另外呢，高金素梅生病，还说呢，你们要做成熟的民主人嘛，好，宣布开会，但是因为闹又停摆了啊。那徐巧芯就说张宏陆抢议事录，王美惠掐脖子啊，两个这拍得蛮精彩的哦。那民进党站的主席台呢，不准审查，中午还切了火龙果哦，来这个自拍啊。那还说呢，因为上次麦玉珍说呢，他火龙果带回越南去种，他们用这个来讽刺他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对你真的很客气的，你把我气死了。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一人对杠，民进党立委们更与立委王美惠互推拉扯。你拉他了！王美惠双手扣住徐巧芯的脖子，挤到墙边，直接把人压制在椅子上，却因为徐巧芯指控王美惠出手攻击议事人员，为了助攻同党好友。随便你啦，随便你啦，你有给你随便你啦。指控张宏陆抢劫有画面会说话。议事人员议事录念到一半，张宏陆快手直接抽走纸张，因为民进党认为会议无效，加上拿的麦克风是国民党版，人赃俱获，但招委高金素梅报警扯破喉咙，高喊这句：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说话。我在这里宣布议程，我们开始开会。双方在比声量，民进党口号狂喊30分钟没停下，毕竟一早7点半就霸占主席台突袭，不让国民党顺利审查提高选罢法门槛，里头吵哄哄，走廊火药味也很浓。执政党这么大，这么大，对不对？你刚刚不是讲叫大家不要动员吗？要社会共识吗？那我们连讨论都不行。两人走廊上相逢，傅崐萁跟部长唇枪舌战，民进党立委赶紧出来救援。即使没办法讨论，不免也要酸蓝营，更开起这玩笑。因为都来是表示国会啊，或下面是国会啊。修法未开始，朝野不相让，官员也抢话语权。佩君。其实从立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哦，今天除了卫环跟交通委员会是安排出去考察之外，其他的6个委员会都有专案报告或者是法案审查要进行。结果你可以看到，从一大早开始，民进党轮值招委的，包括经济委员会刚开会，邱意莹是直接就说休息；国防外交委员会官员报告之后，王定宇也说休息。然后司法法制是更妙，招委钟嘉宾质询之后，也就是说只有2个人质询，质询完之后也宣布休息。好，所以你算下来哦，民进党今天除了杯葛
革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冲突很大的内政委员会之外，其他还抛下了3个委员会的运作，所以不分党派的立委基本上今天都没办法质询哦。那民进党一口气等于瘫痪4个委员会，我认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问政态度，这不是薪水小偷什么才是哦。那我刚刚想说看一下今天下午进度到底如何，因为今天本党有发假动，我看了一下，就一打开看到啊，王定宇跟钟嘉宾2个召委放着自己的委员会不主持，跑去内政委员会吃炸鸡啊！我实在是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你知道？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回放哦。今天内政委员会的这个选罢法审查，其实是延续昨天的公听会来的。那抽出来审查的选罢法修正案，其实总共有7个，所以你如果去细究从这个提案的党派来看，其实也包括了民进党立委的提案，还不是只有去审国民党单方面提出来的提案哦。那如果你从性质上去看，有5个是针对原住民立委的投票和补选规范的修正。民进党现在集中火力在这个杯葛的是徐宇珍委员提出关于罢免案门槛的，那只是其中的一案，基本上也有民进党委员的案子啊。吴秉叡有提出这个联署的时候必须要有身份证、发证的日期，然后增订假冒联署的罚则，这些提案。民进党自己也有提案，所以不知道你这个不分青红皂白一昧去杯葛，其实伤害的也包括自己委员的这个质询的权益，根本就是自公哦。今天立法院审查这个法案的惯例哦，其实第一次排审通常是进行询答，然后询答之后才开始逐条审查讨论，然后送出委员会。今天早上的议程是询答，也就是民进党之前在杯葛这个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主张要进行的讨论阶段，就是他们念兹在兹这个青鸟行动一直讲的讨论阶段。那这阶段基本上不存在召委或者是多数党可以保留条文停止讨论的状况，所以你看到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后面也挂着今天的质询名单。刚刚大家看到这个高金委员戴着口罩声嘶力竭，他要准备让大家都可以针对法案进行发言哦。结果这一整天杯葛下来，刚刚稍早我们要开录之前，国民党跑到这个群贤101要开会，要开内政委员会，结果民进党使出一招，把议事人员关在这个里面，让他开不了。所以你总结今天一整天下来，民进党在做什么？在做的事情就是上个月口口声声他们最反对的事情，就是不让法案进行实质的讨论。上个月他们反对，但今天他们正在做。对，我要讨论我就讨论，我不讨论就不讨论了。那我要讨论你不讨论的时候，我骂你不讨论；但是你要讨论我不讨论，我就说呢，这个我就是不讨论。来，王慧。对，所以只有民进党讲的才是民主，他们说有讨论才算有讨论。如果我们再也要讨论，都不算有讨论啊。然后刚刚佩君把整个这个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算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从今天早上一早我先讲麦玉珍，你们大家不要因为他是这个新住民的这个委员就欺负他。上次林淑芬那一拳，我老实说，他们那些姐妹们是非常的气愤，真的想要组团去林淑芬的这个服务处去抗议哦，但是我们麦玉珍委员都把他挡下来。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内政委员会的麦玉珍委员，其实他在8点之前就去签到了哈。那后来呢，民进党就来占领了这个主席台。那刚刚这个佩君讲的最重要的是，这里面包含王定宇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这个钟嘉宾是司法委员会的这个召集人，他们呢在该开委员会的时候不开委员会，全部都挤到内政委员会去。我请问你是被冲上这样子，只是为了怕我们讨论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选罢法，就像刚刚佩君讲的，我们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只有只是询答而已嘛。今天部长来，我刚刚看刘世芳，我都差点有点错乱，他今天是来当部长还是当委员？这整个气势非常磅礴嘞哈。那我要讲了哈，我们这一次选罢法部分，当然这个民众党的这个版本，因为我们没有版本，原先不是我们的优先法案，所以原先党团是预计应该是今天会提出相关的这个，之后会提出所谓的修正动议，在讨论法案的部分。但是呢，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讨论啊。那我就不知道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因为民众党一开始就说，提高门槛的部分我们没有要支持啊，我们反对嘛，那我们民众党会提出自己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不太懂为什么在第一个阶段的询答就不让我们进入讨论的部分啊，就是这样子吵成一团。真的是应该问问青鸟，但这算不算民主的程序呢？青鸟怎么不见了呢？来蓝娟，有啊，他们打算在召唤青鸟啊。我是觉得刚才这个包括晚会，包括这个佩君。
对佩君都讲得非常清楚有关今天的状况，但我觉得今天为什么会讨论这个相关的罢免门槛的问题？我觉得回过头需要去看最近不断的延烧。我看最近绿营的这些媒体几乎天天都在照三餐讲的，就是有关于呢谢国良的罢免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说，他已经纠结到了很多的一些攻防了啦。就说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国民党他们打算要推出呢罢免的门槛提高。那但是重点在于说，如果罢免的门槛提高的话，那不见得可以适用在这一届。但关键在于说呢，现在把你们门槛那么轻易就可以发动，到底合不合理嘛？啊，我想这个赵先生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提过蛮多次了，就说当你这个当选的这个就说你罢免的人数可以低于当选的人数，你觉得这个东西合理吗？你就非常的轻易的就可以去启动任何的一些行动，你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政治都非常的纷乱不堪。那目前民进党就打算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身的严肃性在这个地方。今天可能这个基隆市谢国良只是一例，那接下来的话呢，每一个地方很多地方民进党都打算用发动罢免的方式来启动一些呢目前看起来朝小野大它的突破的困局。那所以甚至的话呢，就召唤青鸟再回到立法院。所以在今天当国民党提出来说他们要修改这个罢免的门槛的时候，事实上现在外面已经打算这个民进党再次的要召唤青鸟来了。那所以呢，我觉得问题回过头来讲说，到底我们的罢免门槛应不应该要去修改，就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就算这一次没有办法适用，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他可能要去思考说，如果没有办法适用的话，如果民进党借此去召唤青鸟回来，那要不要因此而徒增纷扰？那所以还是回过头来看，先聚焦在我们待会要聊到的基隆市到底状况怎么样？那基隆市的罢免到底是真正针对谢国良，说什么半夜3点去开锁，然后呢进到这个商场本身有所谓的没有具有强制力，因此而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还是事实上民进党是透过罢免谢国良的行动，掩饰当初林右昌他在过去的任期当中是不是有图利？不管是大日，不管是 NET， 这个过程当中不想要让大家去进行调查，因此产生的一种用罢免去做掩护。我想这些问题其实本身才是更严肃的话题。谢国良的问题，我们下一节讨论。谢国良，在罢免开始，他们姿态都很低了，总之希望说，火烧不起来最好，那开始也的确连署了半天好像就2万5嘛，到了民进党3个市议员说，我们服务处也接受连署，然后林右昌跑下来以后，突然从2万就变成4万，所以为什么国民党有人怀疑说奇怪，怎么你们4个一下来，连署数就增加那么多，那个连署也没有问题被因此引起怀疑了。那谢国良呢，他现在说我打市政牌。用市政牌讲我的政绩嘛，那实际上林佩祥委员告诉我说，实际上谢国良几个月前就开始做了，他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他一个里开座谈会，每天晚上去跟不同的里开座谈会。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效的，你直接跟里民诉，就直接跟里长诉求那另外呢，这个5号说会送4万份要罢免他那因为立法院不在吵那个选罢法修正案嘛，谢国良所以不是为我量身定做，其实那个法真的不是为他，跟他是无关的那另外呢，新党也发起要罢免于北辰说呢黄复兴很生气，怒潮澎湃，党旗飞舞退将都出手了，因为呢退将于北辰大概觉得看他不顺眼了那游志斌就出来说，罢免于北辰的联署超乎预期，本来大家认为不太可能的。但是呢，现在不知道那于北辰说，我的声音越大，解放军打台湾的力量就越小，这也吹牛过头了那另外呢，这个吴宗宪说，这嘴炮不是制式武器，老公就怕你了吗？我们看一下。体验手作绿挂式咖啡，旁边陪同的还是来自民众党的基隆亲善大使杨宝珍。或许有了盟友加持，让谢国良对罢免案侃侃而谈。对于修法这个部分我相对也是保留。那有很多人都说这个修法是为了我而做相信大家对于选罢法了解的朋友们就知道，这个修法并不是
会适用在我身上我是并不适用的那也所以也不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是喊话自家人别提油遭火吗？毕竟国民党不只打算要修选罢法，智库更放话修法后谢国良也适用，也难怪前市长林右昌直呼朱立伦是猪队友。这个是公民力量的觉醒，如果去让这个事情这个被国民党操弄成是所谓的政党上面的一个对决，我觉得这是很不智的。开枪国民党之余，也澄清拆梁与我无关。但明明上周民进党议员才把服务处当联署回收站，党中央也开记者会骂谢国良。中央党部开的这个记者会，其实并没有针对罢梁的这个事情，而是针对在市政上面的一些问题做了这个说明。意思是两者不相干，只是民进党的撇清是不是也担心自家议长童子伟反被罢？因为比起拆梁，童子伟的成案门槛3000多票就行。脸书也有社团在蠢蠢欲动，还喊出同时跟拆梁案一块投票。不过童子伟老话一句，自己无所畏惧，经得起考验。我觉得坦白讲，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倒霉的人就是谢国良了。就是说，你看他这跟大日他在内特的这个案件上面，他在法律上面他赢了，他站住脚了。结果没想到在政治上面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蓄意的操作啊。因为坦白讲，我们先讨论刚才在讨论的这部分，为什么今天立法院会吵成这样？其实大家不要忘记，这整个选罢法的案子，一开始民进党是吴秉叡是有他的提案的。就像刚才佩君所提到，吴秉叡的提案就是说，在联署上面，你的如果作假罚则要比较严格，这些，这表示说，真正从讨论一个中华民国制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这些所谓的针对法理上面的这个讨论，就是大家应该要做的事情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吴秉叡后来一提案以后，马上撤案？他让这个议题烧起来，然后又撤掉，撤掉以后，今天所有民进党的人的讲法是什么？每个人都在讲说什么鸟笼罢免啦，以后就没有罢免案了啦。谢国良这个罢免案是以后这个可能是中华民国最后一个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明明可以在制度内里面去做一个良善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时候，可是你吴秉叡一开始进入这个部分，然后后来自己又把它撤掉，撤掉完以后就完全进入政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看起来，我个人看起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攻击啊。民进党刻意的把这个选罢法的这个案子跟谢国良去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东西跟谢国良一点都不会适用啊。然后你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那现在，然后呢，同一时间几个议员加入联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突然罢免的份数就从2万多跑到4万多了，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我自己是很期待，就是看到说接下来审核的这个时候，到底会审出个什么状况出来？这多出来的这1万多份到底是怎么来的？可是我觉得回归到国家的体制上来讲，我觉得我们3党大家都讲清楚一件事：如果今天大家都认为就是说选罢法应该要修，好，那其实坦白讲，那既然跟谢国良没关系，那该修大家就修嘛。那你民进党也不要说把这东西恶意连结到那上面，然后去做这些部分，大家要讨论就讨论。过去国民党在少数的时候，民进党有很多霸凌的案子，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委员会里面，包括蒋万安我们现在的市长，他也是用所谓的这个议事一致询答、一致询答、一致询答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去做所谓的政治攻防啊。但结果你民进党今天在做什么？你们今天是用一个体制外破坏制度的方式、破坏民主的方式来做所谓的这个议事攻防，这对民主其实不是好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坦白讲，谢国良是很冤，但是这里面我觉得也是在测试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的民主走到这里面，它不能让情绪去做完全的驱动啊！如果一个案子连法律、连法院都已经判下来了，然后你还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去罢免人，然后这样的罢免案居然还成案了，那我真的不知道以后的政治到底要怎么样走下去，因为那完全就是情绪，已经跟法理无关了。我先讲一下那司法案啊，因为那司法案其实并不是针对大家的争议点，就是那破门而入那一块。那司法案是针对说他增建费用3到5千万，到底应该是谁有谁给付嘛？能不能偷？所以我先说所有权是谁的问题？所以他判的部分是市府的部分，因为当时没有委托案嘛，他并没有委托大日公司做这件事情，所以因此他为大日公司没有任何立场去跟市府去索偿这个3到5千万，然后二房东也没有理由去占用。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联署书里面的一个理由书里面，他们其实针对破门而入的部分啊，所以是2个不同。
同案，那个案子还在审理当中。但是法律居然已经确立了他没有这个财产了，那请问二房东可以阻止公权力去做交接吗？你可以有这样的见解，但事实上就是法官还没针对这件事情做判决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但是你二房东已经没有理由了，因为那就不是你的地方。那我讲一下宏观的部分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宏观而言，这个时间点就一定会令人匪夷所思的嘛。就是这时间点正好就是在拆两的状况之下当下，然后大家去想办法。我不相信今天我们在过去在选举当中，如果有任何政党出来喊说我们修选办法是我们的优先提案的话，就像刚刚委员提到，这不是民众党优先提案。但如果有任何政党提，我不认为选民会支持，选民会觉得说，我们处理经济问题、处理房价问题、处理很多问题都可以，但是有必要把选办法作为优先。所以这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当然会引起联想嘛，就是说是不是为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基隆，或者是接下来2月1号有可能会进行的立法委员的罢免的部分，针对一些调整。那国民党的智库也讲得不清不楚嘛，虽然后面林桃有解释，但一开始里面的文字写实体重旧、程序重新。程序重新的部分，这4个字是来自国民党智库的报告，针对这次选办法的影响，所以令人会好奇说，到底是不是针对这个谢国良的案子，会不会整个程序要再重新？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智库，他后来有解释，我也承认。既往怎么可能重新？对，所以我也承认，但是这个报告的本身会令人很好奇。那最后，其实我提一件事情是说。我认为身份证的事情或许真的可以讨论啊。吴秉叡提的案子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他的道理在嘛，因为你如果除非你有实体的身份证，不然你看不到他的换发日是什么时候。那为什么？所以你把换发日，但我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无论对蓝、对绿、对白，都是一个高度政治会令人匪夷所思的时间点。所以此时此刻做这件事情，到底是有利于谢国良，还是害了谢国良？我觉得大家这是有目共睹。那香龙，台湾的政治走到大家都已经不讲理，没有办法针对政治的实务跟政策面的实际上面的冲击做讨论。请问这种政党政治还有什么意义？大家都在比赛自己谁更敢于逞勇斗狠，谁更能够做民粹式的动员，谁能够发动的鸟更多，谁能够在立法院你们敢于用更匪夷所思的暴力去让对方出其不意的那承受到了这种的政治性的攻击？台湾政治竟然走到了这么低劣的地步，而在这样子一个政治气氛里面，我也没看到哪个政治人物在反省，发出一些呢真的回到政治的本质面。这个国会，这个总统才刚选出来5个月呢。总统就职才不过1个半月，立委就职到现在也才不过4个多月，请问你们到底干了什么？每天呢都搅和在呢这种的事情里头，把罢免这件事情看得比什么都还要重要。所以你谢国良是立委嘛？如果说谢国良是立委，你觉得因为我在立法院里面觉得谢国良通过的法案或者提的法案我很难接受，所以呢我罢免谢国良。谢国良基隆市长。那请问你的罢免谢国良，把罢免谢国良当作是你要在这场的政治恶斗当中出一口气的主要的一个出气筒，在干什么呢？谢国良这个人如何？这些年时间我个人认为他的改变非常过去，如果20年前，我认为他就是个公子哥儿。可是这20年，所有的政治人物里面呢，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就这咖了。他这20年的时间，跟你现在看到的谢国良完完全全都不是同一个。现在的谢国良其实已经完完全全跟过去20年前的那种公子哥儿的谢国良是完全判若两人。我是不懂，就是说这个时候挑谢国良去做文章干什么？再来就是说，就罢免本身。今天的国民党你要修改罢免案，对了，我想当你要提高罢免门槛，文章就很多。但是如果我是我如果狠一点，我告诉你，我一样修罢免法，可是我会大幅降低罢免门槛，要把大家一起来，不要有任何人觉得呢我很安全，我就把门槛降得很低，看你过不过，就是罢免门槛到底该定在哪里？既然你没有办法好好讨论，那我们就降低嘛，降到一个很低的门槛，让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那个时候你愿不愿意好好讨论一下？如果今天降低罢免降到很低的时候，
谁会怕？这个案子搞不好是会过的。就是你太在现在的政治体系里面，你想要去讲道理，谁听你讲道理呢？你看看立法院的那个死样子，谁在跟你讲道理呢？我可以抢你的公文，我可以把你的麦，我可以堵你的门，我可以用各种的方式瘫痪议事，沾自喜。只要回头讲给自己的群众听的时候，有话讲就好了。罢免本身有它的合理性。就事论事讨论它的合理性，不可以吗？何况立委是单一选区，立委的罢免，县市长这种单一选区的罢免，跟市议员的罢免应该不一样吧？因为市议员呢，基本上面呢都是中选区制啊，那个当选的门槛呢是更低的。不同的选举的方式，应该呢符合他当选选举时候的条件，有不同的罢免的标准。为什么要一视同仁？我觉得不妨朝野政党坐下想想看，如果我们大幅降低罢免门槛，会不会更有效？就是门槛10%就好了，然后10%呢去投票，那同意罢免呢，只要达到10%，对，比不同意罢免多就罢免了，对，这叫恐怖平衡啊，对，要把大家起来，起码干掉，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会变法国，那就是大罢免时代。不，谢国良这事真的是没有道理，他没有干什么，真的是那种丧心病狂、罪大恶极那种，他没有嘛？这是一个公权力，他没有嘛？摩托车他训选的时候证件就是送这个电动摩托车，他就按照他的证件，对不对？那至于说大日事情，我把这个停车场租给大日去跟 Net 他怎么搞我不知道啊，你们中间搞些什么，我怎么知道你们搞些什么了？然后呢，好，今天大日说那产权是他的，那法院判了不是啊嘛。那不是就是我的嘛？那我要猜你又怎么不对呢？手段也许有争议，可以讨论，说他需不需要这么强烈的手段去？但这个就值得罢免吗？今天假如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我这个强攻进去，然后用警察公权力把你东西这个破坏，然后抢过来，这很严重，这是我的啊。那你如果觉得他不对，就告他就是了嘛。也已经告了嘛。像这些事情。是可以讨论，是有争议的，但是这样就要罢免吗？那如果这样罢免，我看那个县市长很容易，你要找出什么3个理由罢免他，几乎每一个都可以构成罢免的条件了。休息一下再回来。王宏威说有一个 ACE 王牌交易所是一个诈骗集团不过呢，因为三立有开节目，所以呢，这个说王宏威认为是帮他洗白了哈。说台湾首家合法合规的交易所那结果后来证明不是而且呢骗了不少人也骗了不少钱那涉案主嫌 ACE 这3个人然后呢开莲池金色。来洗钱，那后来呢，又去这个跟三立子公司创造智能科技合资成立移转股份有限公司，那地址跟三立一样然后呢，这个前三立媒体的副总监是他的监察人，所以呢，现在就变成说，到底怎么回事？那三立跟他有业配吗？那三立说呢，节目已经停了那只是子公司的一个投资案黄国昌就说你法务部遇到绿媒就不敢办吗？三立说已经结束合作了，已经下架这个节目了那另外呢，国会调查权第一枪要启动静电视调查小组，下礼拜1要继续查超支跟光电的弊案那么宪法法庭对于这个他们申请暂时处分，暂时处分就是希望大法官还没有释宪以前，法律停止执行，4个机关。发言7.5分钟，因为4个机关去嘛，双方各有30分钟，立法院有30分钟，然后4个机关呢各有7.5分钟，加起来也是30分钟那他们谁去？立法院的秘书长去，民众党的总召去，国民党说我们自己不派委员，我们找专业的律师去那所以呢，这个民众党现在要赖清德12号院会表决去报告，柯建铭说。蓝白野蛮也不该如此那另外呢，吴宗宪说，税法释宪前就不缴税吗？赖清德以宪法之名毁宪乱政
哦，就你不以你打行政诉讼或去释宪，就影响公务的执行。他如果扣你税，他还是要扣你税，你要先交税，你去打官司吧。不是说我打了官司，我去释宪，所以我就不交税，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宪法没有解释以前，你说我不执行法律呢？看一下，你一手在承包政府打诈，一手在跟诈团、诈骗集团合作合资，神也是你，鬼也是你嘛。点名某电视台可能跟 ACE 王牌交易所诈骗集团有挂钩，立委王宏威秀出关系图，指开金社洗钱的谢姓女儿跟该电视台旗下子公司合开公司，且媒体部副总还是监察人。这个绝对不仅仅只是双方做一个合资而已啊，因为呢，这家公司它的公司登记的地址就在三立的大楼里面。摊开移转公司的相关资讯，确实位在电视台3楼的4家公司，其他3间负责人都是该集团董事长，唯独这一间移转负责人姓谢，立委质疑电视台不可能不知情。另外，2018年成立的 ACE 王牌交易所被查出2019年开始诈骗，不过在2023年谢女成立公司后，同年4月更开了节目，不只强调是 ACE 王牌交易所冠名，相关报道更写到是台湾首家合法合规的虚拟币公司。为什么三立可以这么短暂的立刻就帮他做新节目，而由这个诈团去冠名赞助，而且帮这个诈团来整个洗白？不过电视台否认指控，强调移转公司仅为创造智能业外投资项目，不止没参与实质经营，也于去年底结束合作，并未涉入相关案情。而这起案件，黄国昌也注意到，是因为人家背后有党政高层撑腰 ，NCC 开到三立，腰杆直都挺不直哦，要不要彻查？我们会依法来进行处理。在野立委齐发声，要政府给交代。江总，当然，现在看到的这种的，在立法院里面针对媒体、针对 NCC 所产生的这种的怀疑。它的本质上面来讲，是因为在蔡英文任内的时候 ，NCC 显然呢成为工具性的。不要说呢那些传闻当中，总统府也没有否认，总统府呢只说呢是被骇客入侵的。但是那些的内容当中所显示的，政府部门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拔掉中天，无所不用其极的呢要护航的进电视，总要有个交代。那今天台湾的媒体一片绿的情况，使得台湾在许多的公共事务上面已经极端呈现出呢那种一言堂的风格。在公共论坛当中的语言的暴力以及议题当中的偏向性，让台湾越来越难就事论事的谈事情。再加上呢，动不动用认知作战呢，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去包装呢社会动员，这种的方式现在已经呢成为在政治上面司空见惯的事情。现在既然进电视的问题再度的上台面，那我觉得赖清德有必要在这个时刻告诉大家，把政媒关系呢稍微厘清一点。我们自己在媒体工作这么久，我曾经有很长的时间，譬如说我跟赖兄，我们在工作的背景里面，我们都很努力的在拒绝政治呢对我们的诱惑，或者政治呢对我们的一些施压。可是你现在看起来，你已经闻不到那样子的味道了。在这种的情况下面，媒体几乎呢没有让你可以信赖的资源。有没有看到现在所有的民调里面都显示出，大部分的民众对于传统的媒体，甚至主流的媒体的信任度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而这些的主流媒体也更敢用很露骨的方式去依附、去讨好、去巴结。跟了这既得利益者当中选边的时候，形成了密切的共生关系。今天有许多的主流媒体，如果没有特定的政治集团，现在执政党去包庇他，或者说呢把大量的资源挹注他，我告诉你，他会活得非常的痛苦。你倒过来讲，今天的执政党，今天的执政党的政治人物，每天呢只要听着这些
深绿的媒体从早到晚帮你呢排满的通告，以及呢对你的各种的歌功受颂的廉价的呢当你的传声筒，政治呢真好搞。可是台湾的政治呢，在政媒关系恶化的情况下面，你几乎是看不到希望的。南轩。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夸张了哈，就是说为什么电视台他会找诈骗集团的人来开节目？那我刚刚看到最新消息是3立出来澄清了啦啊，说呢这个完完全全支持检调严查诈骗集团，那也要追求不法啊，说他们这个节目早就已经下架了，但是他当初真的不知道吗？哦，就是说。就随便的一个人来跟你说哦，那我要来主持节目，然后你就帮他开一个节目，然后在这个地方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出来的就是说，这个还可能是一个经济上的诈骗。但是有没有更多的一个状况，在绿营他去收买也好，笼络也好，各式各样的媒体，他基本上来讲已经对全民进行政治诈骗了。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媒体的一些相关的报道，跟他一些相关的节目，跟一些相关的言论，它到底是基于公益，是基于媒体的这个监督的本质，还是基于为某个执政来做宣传？我觉得现在已经看起来已经完完全全含糊不清了。所以刚刚香蓉讲说，我们本来的希望的媒体的一些责任。媒体的一些使命，媒体的一些正义感，到底他现在是为谁正义，为谁伸张？所以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像进电视这件事情，在立法院里面，先前其实本来就已经讨论非常多了啦，但是我觉得都通过这一次，他们要成立调查小组，民进党的全力阻挡。我就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进电视完完全全都是裴伟一个人在瞎说什么苏贞昌的关系怎么样，他可以打电话给小英，都是他自己在吹牛。那很简单啊，就调查还他清白不是吗？还小英清白，还苏贞昌清白，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介入任何 NCC 的人士，所以呢，这个进电视从头到尾1个月里面连换4个董事长，从什么陈建平到什么杨雅哲，连导演都来了，到李永丰纸风车的这个负责人，到最后郑优，这个都是府方不知道。院方也不知道，通通都是内部自己乱搞。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单纯的是媒体自己的事情，自乱阵脚，自己内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好啊。你就透过立法院里面，因为赋予了立法院有调查权，你就让他去好好调查，让大家知道说，哦 ，NCC 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府院绑架，那不是很好吗？但是没有。你发现民进党全力阻挡这样子的一个调查小组的成立，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说，你不觉得更应该要去调查吗？到底 NCC 的角色在哪里？其实从目前的证据上来看，我倒也不会很武断的就说这个3立就跟前一阵子引起这个风暴的这个诈骗集团是他的共犯啦。那委员讲的这个主嫌把公司登记在3立大楼的所在地，然后电视台还开业配节目，你没有办法完全直接就连结上说他是涉入包庇的这个诈骗操作分得利益。那从3立的集团声明来看，他们可能也是受害者，但是同样的你也可以反过来讲哦，电视台跟赞助商之间除了广告的采购之外，共同开公司，而且让这个合资公司登记在电视台的所在地，然后还开了一个节目，去强力放送这个赞助商所指定的、所希望的话题跟论述方向。这个真的也会有某一种这个企业跟媒体经营的伦理，还有法规的疑虑在里面哦。那就像香龙大哥讲的，现在的政媒关系真的是在执政党执政这几年下来，非常值得令人玩味。这个其实可以连接到我们前面刚刚稍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有这个自由时报独家披露说，台湾的海豹部队是我国唯一具备水面、水下、空降37作战能力的特战部队。然后自由时报说，这个可能会裁撤，然后把它拉高到说美国还会为此忧心，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可怕，也很耸动。可是国防部第一时间消息出来之后，他就说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已经马上否认。然后有趣的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他查过了，确定没有这个案子。那他怎么说？他说可能是误会啦。那这个爆破大队要放心，这国防部也没有裁撤枕边的消息。各位去想今天如果做出这个独家的不是自由时报，是其他的媒体，大家想想看，民进党的委员上上下下会怎么样来对付这家媒体？恐怕你就是造谣啦、唱衰国军啦、讯息战，这个红帽子一顶顶往你头上扣。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媒之间过度的依赖，或者是过度的偏袒，或者是包庇，可能都会形成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健康的舆论环境。我补充讲，公司登记如果没有对方的同意，你是办不到的。第二个就是我武断一点好了，你有再多钱，如果你的政治立场不对，你以为你可以在3立开节目吗？不可能，这是最重要。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最近常常停电哈，台中南屯有2000户停电，半夜热醒了，他们可能半夜还吹冷气啊等等啊。那有人开电扇啊，反正不有人开窗了哈。台电抢修说凶手已经抓到了，而且死了，这是老鼠，看到没啊？那松鼠、老鼠、蛇、小鸟轮流出现，所以林涛说小动物快用完了，小动物还很多了啊。台电说喊冤，10年停电我们减少70%绝对没有找小动物扛责，我没有故意把小动物推出来扛责哦。那另外呢，意大利35年还37年禁核，欧洲不用核电，但是现在没办法重返核电你想要2050真的要什么净零啦你光靠绿电是不够的啦当然也不是说通通靠核电，那核电也是多元发电的方式之一嘛蒋万安呼吁政府要正视能源议题，从意大利重启核电就讨论了郑丽君说呢，核废能处理，核安能确保，才能讨论能源。老是用这个做理由，核安能不能确保？台湾核1、核2、核3这么多年，没有什么核安问题啊，没有大的核安问题啦。有些小的废水啦、热啦、珊瑚白化啦、空浮事件有，但是并没有大的核安问题，这是第一个。核的废料，全世界就埋在下面嘛，都埋在下面，要不然就做那个干式储存槽，埋在核的现场、核电厂现在都是这样的。那你要怎么解决？我们跟着世界走嘛，美国也是这样子啊，日本也是这样子啊，所以那否则你说你要处理，否则就不能干，那就是不要干了嘛。要不要开车？除非零车祸，否则他都不能开车，一样的道理啊。好，那么童子贤就回应郑丽君说：“你们不要去仇核恨核嘛，应该仇碳啊，恨碳啊，碳才是大敌，核有什么好仇它的呢？它只是你用的工具之一嘛，你的能源来源之一嘛，所以减少碳排才是大家的目的嘛。而且台湾地狭人稠，发展绿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你蔡英文搞了半天，也不就发展10%、11%嘛，就是这样子啊，比马英九时候还少一点。当然他们是很努力在发展的，到处都是光电板，到处都是太阳能啊，到处都是风力啊等等。但是还是有个限制啊。欧洲对不对？他们说很多地方可以排碳是0或排碳很少，为什么？它核电还占很大一部分，30%、40%啊。你不用这个东西你怎么办嘛？你绿能上不来啊。你将来非要用火力发电，你对不对？而且你的11%还有2%是水力发电，早就自古就用的那个水力发电，所以你绿能的成果是很有限的嘛。我们看一下。半夜听见爆炸声响，住户瞬间吓醒，跑出家门一看，整条街暗蒙蒙，路灯、交通号志瞬间熄灭，光源只剩下穿梭巷弄的机车。在睡到一半的时候有没有？然后就整身突然冒汗，然后说奇怪，我不是开冷气？对。然后我就说，好像跳电了。夏天睡觉开冷气，怎么越睡越热？住户纷纷拿着手电筒和扇子走到户外透透气，就连便利商店也遭受影响。因为里面还有余温，我们先把它冰起来，这样子，然后保持它的温度，然后我们到早上的时候，店长来再做处理。今天凌晨2点05分，台中市南屯区南屯路2段上发生电线掉落事故，民众反映有听到爆炸声响，电线杆还发出火光。后续周遭住户接连停电，时间长达大约2个小时。台电人员前往抢修，原来是老鼠爬上电线，导致高压跳线，连带影响上千户居民，直到凌晨3点45分才顺利复电。我今天早上从宜兰出来的时候，刚好去一个店家，店家的那个妹妹还很担心跟我说：“她说委婉啊，我们到底宜兰会不会跟人家一样也这个停电跳电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宜兰的电到底够不够用？”我想大家最近我是小店家就非常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刚刚赵大哥讲，如果这个餐厅这个一停电，那些食物怎么办呢？回来看昨天郑丽君这很讽刺了，他昨天刚好在台中。
昨天台中就停电，他昨天在台中就讲了这样，就是核废料怎么处理嘛。我来看最近其实柯文哲对于这个核2、核3的态度，他是蛮明显的。我觉得他点出来一个部分就是说，民进党政府当然他有这个反核的这个神主牌嘛，但是他现在就是再生能源就是运作的很不好嘛。好，2026。就是本来2025要达到20%，现在才10.4%，肯定是达不到了。所以它再生能源的这个效能上，确实就是做得不好。那要务实来面对嘛，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就是电不够用的状况之下，你又不承认，然后又没有路径，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呢？我觉得这听来就平心而论都还是电网的韧性不足所以其实台电真的应该花多一点钱跟资源，去好好把电网补起来，不然任何一个小洞冲进去的话，然后造成一区停电的话，是没有人受得了但意大利这个案例，我认为其实不太好。说实在，意大利跟台湾一样，是1987年他们是切尔诺比事件，我们是因为福岛事件，所以后来这个核能就停止发展。但现在虽然政府要推，但是其实 Ipsos 这国际知名民调中，在意大利做民调，最近而已，75%的人反对。为什么反对？因为他认为危险。所以我说，任何政府要推这件事情，还是要足语的沟通跟协调。洪庭，我觉得宜翔刚讲电力韧性这件事情，他说要多花一点钱去做这个，但是经济部去年已经花了1亿多在做这件事了。那经济部的这个电力韧性办公室、电网韧性办公室到底做了什么？我希望宜翔也可以帮我们去问一下民进党。那整个缺电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是拿小动物去挡，然后到最后好了，小动物用完了，你还有老共可以用了，那你拿中共来当那个来当借口，最后呢？不够还是不够啊！而且最近台电还推出一个说什么远端官家电，然后1度还可以让你省10块。我们现在的电费1度是3.41，省1度电，然后你还给他10块。你要不是缺电，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啊？其实科学上来说，媒体有没有报道这个停电跟台湾到底有没有缺电，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民进党一方面官方一直跟大家讲说没有啦，这个没有停电减少，有一些数据出来，一方面也会让这个名嘴跟侧翼去指控说这是非绿媒体小题大做所做，但是我说真的，民进党强力推送这些数据，跟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感受实在落差太大了。对啊，我们小动物是还很多啦，可以当代罪羔羊。那问题在于说，他说我们的10年来用电就是停电减少70%，他到底数字怎么来的？我就跟人家的感受，一般的民众的感受差这么多呢？更不用说接下来的 AI 又用电，电动车要用电，到底还要不要用呢？AI 相同的查询，你用 Google 跟 AI 用电量呢会差10%。